金牛巨蟹座6月开始情感方向解析。和金牛座谈恋爱的人啊，真的都要命硬啊！因为在这个快餐式的爱情的时代啊，那金牛的慢热细腻真的是格格不入，而且金牛对待感情的态度呢也是非常专一的。可以说，如果你的伴侣是金牛的话啊，那你完全不用担心安全感的问题，因为我们金牛是绝对严格要求自己的，可以说是忠于感情，已经成为了一个金牛的标签了。那我们金牛呢也是不会随意的去开始一段新的感情的，所以说就会感觉咱们金牛跟对方之间的缘分感，我觉得还是很强烈的。那你们两人之间呢，还是有那种冥冥之中天注定的感觉。那么一张星币7的逆位出现的时候呢不愧是金牛座，真的是第一次为了一个人这么全身心的投入，就像牌面上的这个人一样他是紧紧的盯着这堆金矿的那我们金牛呢几乎是完全认可对方，但是其实逆位牌的话，就是感觉你们两人的感情走到现在其实有一点点寸步难行了那么为什么会这样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好，那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权杖5的一个正位其实感觉你们两人之间会经常发生争吵，就可能大矛盾不常有，但小矛盾不断所以说我们金牛也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对我们消耗还是比较大的，那这种精神上的折磨最为痛苦。那么感觉对方呢，他可能是一个比较内敛的人甚至说他是容易退缩的人，就可能有时候一点点小的问题呢，就会让他开始怀疑你们两个人是不是真的合适。或者说呢两人是不是真的相处不来。所以说呢，其实我们金牛承受的这个压力其实也是挺大的，因为我们并不想轻易的去放弃这段感情但是呢，对方这样的态度，说实话又让我们金牛呢会觉得说自己做什么事情好像都没有意义了就可能我们金牛就找不到这个坚持的理由了就真的会觉得这段感情它是个摇摇欲坠的感觉没有一个稳定的支撑点，就像那种一直是一个人在使劲的感觉，那么对方他可能随时都会放手，所以说感觉呢，我们金牛也是真的非常的心累非常疲惫的一个状态。那么也是真的有点心疼我们的金牛宝宝但是从后面这张逆位的圣杯3来看，那么对方呢其实还是非常喜欢我们金牛的因为圣杯牌的这个恋人能量还是非常充沛的，能感觉到对方也是很享受我们金牛在一起的这样一个过程，但是可能这个争吵次数多了，所以说感觉呢他现在是有点害怕我们金牛了那么其实说害怕金牛可能也不够准确那么可能他会更倾向于这个害怕和我们金牛发生矛盾，因为我们金牛呢其实还是比较容易较真的，所以说他可能会觉得说自己有一些应付不过来了，那么其实他对于自己的一些消极念头也是很抵触的，但是可能因为本身的一个性格原因所以说他是没有办法做到不去想，只可能说尽量的去避免双方之间发生一个冲突。那可能面对对方这样的态度，我们金牛又会有一个什么样的想法呢？我们继续往后看。好，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宝剑王牌的一个正位那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金牛还是很坚定的哪怕说已经受了很多的委屈了，觉得自己已经付出了很多了，但是我们金牛呢还是愿意去拥抱对方，还是会想说要跟这个人在一起就像这个牌面上一样，我们金牛的内心呢还是会有很多的憧憬和期待。再看后面的权杖3出现的时候呢那其实也就是说我们金牛确实是非常无私的，甚至说呢我们金牛就是都没有考虑自己只是想着为对方去付出，为这段感情去付出，因为金牛想的就是只要最后能够在一起那过程有多艰辛，其实我们是可以忽略不计的。那么走到这个星币10正位的时候呢，其实我觉得你们双方之间还是会有一些现实阻碍的可能一方他的一个负担是比较重的，或者说我们金牛已经开始考虑两人的未来了，但实际上我们金牛最早就知道这段感情它可能不会特别的顺利。那么如果两人真的走到或者说想要走到最后的话，确实需要去突破重重阻碍但是呢我们金牛还是没有退缩因为金牛就是这样的人只要认准了一个人，绝对不会畏缩不会畏惧任何困难甚至说我们金牛是会不遗余力的对对方好的。那么对方他又是一个怎么样的想法呢？我们再继续往后看。好，那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星币4的一个正位那么其实我觉得从这张牌来看的话呢，我会觉得说对方他还是一个比较有主见、比较务实的人那我感觉他应该是渴望掌控金牛的，而且呢他也是非常想跟金牛继续走下去的那么对方呢应该还是觉得说在这段感情里面我们金牛有给到他很多的一个滋养，但是星币侍从出现在这里的时候呢，就会觉得说对方的条件可能是没有我们金牛好的或者说他可能在财务方面也出了一些问题那么所以他其实有在面对我们金牛的时候会觉得有点抬不起头来也不敢呢去给我们金牛什么样的承诺因为他会觉得从目前的状况来看的话，自己还是没有能力去实现的。但是呢我们金牛也一直在付出而且
而且就是没有在对方那边得到回应。那金牛呢，其实现在也会有一些害怕啊，或者说不想要再去付出了，因为呢，我们会觉得说，不管我们付出多少，或者说自己怎么做都没有办法得到对方的认可。那紧接着呢，这边出现的是一张宝剑9的一个逆位啊，那么更加是印证了对方想要逃避的一个心态。但是也真的不能够否认啊，对方对我们金牛的爱，只不过呢，对方这个人啊，他是会考虑的比较多的，所以说呢，他的顾虑也是非常多的啊，感觉到他对我们金牛呢也是有很多期待的，但是啊，他又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如果要想长期发展的话，还是比较有难度的啊，所以说他就会经常的动摇，在现实和希望之间反复挣扎。那么如果说真的要放下我们金牛的话呢，我会觉得说对他来讲啊，真的也是一件几乎不太可能的事情。但是啊，要坚定自己内心的想法的话，好像也是挺难的。因为啊，我真的是觉得啊，对方他这个人唯一的缺点就是想太多。那其实绝对的理智在爱情面前其实根本不可能存在啊。那他呢，就是总是试图让理智去占据上风。那其实我们综合啊整个牌面来看的话，这段感情，我觉得主要的问题还是来自于现实因素啊，因为双方来讲的话呢，我觉得你们两个人的心里都是有对方的，那么也都是想要跟对方好好发展的，只不过有的时候啊，会因为相处当中的一些小问题而发生争吵啊，但是我觉得争吵很正常，对不对？每一段感情里面都会遇到大大小小这样的问题啊，你根本就不必过于纠结。其实呢，我还是会觉得说，我们金牛的一个坚持和付出都是有意义的啊，而且我也很欣赏咱们金牛会为了这种爱而付出的精神啊，能够全心全意的去爱一个人的时候，我觉得它本身就是一种幸福啊。但是我们如果就是想和但是呢，我也真的想和我们喜欢我们金牛的那个人说一句话啊，就是一直犹豫一直动摇的话，可能真的会让你失去真爱啊！毕竟遇到对的人不容易，有机会的时候一定要好好把握住。那我其实有不少粉丝宝宝也会来和我讲述他们的情感故事啊。那么我发现呢，其实爱情里面很多人都会犹豫啊，但是犹豫来犹豫去，等到最后失去了，才会知道自己想要的到底是什么啊。那么也希望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在这个现在做出决定以后啊，那么以后也不要后悔啊。那么今天解读就解读到这儿啊，希望对你有所帮助。咱们巨蟹真的是世界上最温柔的存在啊！虽然说可能平时会有点小敏感，但是呢，我们的心里啊是真的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的东西啊。那么对待感情呢，也是愿意用自己所有的力量去温暖对方。那我会觉得咱们的巨蟹啊，真的是这个浮躁社会当中的一个心灵港湾了啊。跟巨蟹其实不管是做朋友还是做恋人啊，你们都会觉得特别舒服。那我们巨蟹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权杖3的逆位啊，那就会有一种这个方向调转的感觉啊。我会觉得说，我们巨蟹在接下来的这段时间里面啊，会因为自己的感情问题比较的困扰，可能不知道就是这段感情到底要不要继续走下去了，或者说呢不知道自己还能够做什么。但是啊，我们巨蟹的这段感情其实本身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可是为什么会让我们这么纠结呢？啊，那我们再来看一下啊，咱们巨蟹的一个具体情况是怎么样的。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权杖骑士的一个正位啊，那么其实也就是说明啊，咱们巨蟹可能会开始考虑一些比较现实方面的一些问题啊，可能就是不会沉浸在一些风花雪月之中了，我们可能会理智的看待这段感情啊，甚至说我们会比较在意周围人啊或他们的一些看法啊，或者说比较会去听取家里人的一些意见。那其实呢，我们巨蟹也是比较单纯的啊，对待感情呢是比较认真的。巨蟹啊会觉得说，两个人既然已经开始了啊，那我们就奔着美好的结果去，我们会希望啊有一份这个稳定的感情。但是呢在这个社会当中啊，真的不是有情饮水饱的啊，那我们会开始考虑对方我们之间啊能不能有一个长久的发展。如果说我们最终答案可能不是太理想啊，那我们巨蟹可能就会陷入一个很纠结的一个状态啊。毕竟呢，我们也做不到啊非常洒脱的就转身离开了，而我们的这个巨蟹宝宝呢，更不愿意要去伤害对方。就心里有话不能说，我们可能就会选择下意识的去逃避对方了啊，想要给这个自己一个冷静时间啊。那么走到后面这个力量牌的逆位呢这种逃避感我觉得是更加重了啊，更加明显了啊。我们巨蟹可能会刻意的去控制自己的一个情感，但是呢又没有办法去违背自己的一个内心啊，就没有办法真的控制自己去不对他这么好啊。所以说对方呢可能也会感觉到我们巨蟹现在是对他忽冷忽热的一个态度啊，让他呢也是有点迷茫啊。甚至他会觉得说我们巨蟹是比较理智的啊。那我们接着往下看。好，下面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圣杯2的逆位啊，那我会觉得说我们巨蟹这段感情还是比较复杂的，甚至说这段感情里面可能不只是你们两个人啊，因为有一种很强烈的一个不平衡感充斥着，但是对方呢也确实很喜欢我们巨蟹啊，所以说现在呢对方可能是一个进退两难的处境，他可能就是不太轻易的对我们巨蟹有所许诺。那么后面这张牌是宝剑国王的一个正位啊，那其实这张牌会让我觉得这个人他是有点冷酷的，甚至说他有点比较以自我为中心啊，就像这个
个国王一样。但是这张牌也说明了啊，对方他确实是一个比较优秀的人啊，可能某些方面呢，他的能力啊是远超于我们巨蟹的，所以说我们巨蟹看他呢也是会带有一些的滤镜啊，那甚至说是可能会有点仰慕他啊。但是我会觉得说，这个人他可能不会花费太多的一个精力在我们巨蟹身上，而且呢，他可能啊也没有足够的时间来好好经营这段感情。那么如果说我们巨蟹想要等他来主动的啊这个靠近我们啊，或者说做什么啊，几乎是不太可能得到回应的啊。那其实我们巨蟹在跟对方相处的时候呢，也是经常会有失望啊，或者说失落的感觉的。而且对方这个人呢，他应该是比较内敛啊，所以说他的情绪情感啊也不太会直接表达出来。那我们巨蟹这边啊，可能就是会没有什么的安全感了啊，甚至说不太能够感觉到对方对我们的一个爱意。那可以说呢，我们巨蟹可能现在正在经历上的是一个精神上的内耗啊，是非常痛苦的一个阶段啊。那我们再继续往下走。好，这边首先出现的是一张太阳牌的正位啊，那我觉得会有一种想要赶快拨开云雾的感觉，可能我们巨蟹也在逼自己做决定啊，不想让自己再停留在现在的状态当中了。但是其实呢，我们温柔的巨蟹宝宝呢是没有办法放下对方的啊，所以说这张牌呢其实也就是意味着啊，最终我们还是会把主动权交到对方手中，我们会希望对方拿出一个态度来啊。但是从后面这张权杖侍从来看的话呢，我们巨蟹宝宝的期待可能又要落空了啊，就是说对方呢他可能还是不会有所行动，甚至说呢对方可能都没有感觉到我们巨蟹的一个变化啊，那我们巨蟹呢也不会直接的去跟他提要求，所以说啊，我们巨蟹可能他现在就是非常的被动的一个状态了，而且啊想要在短期内脱离这样一种状态，其实也是几乎不太可能的。那么走到这张星币女皇逆位的时候呢，也就表明了我们巨蟹心里啊对于对方其实还是有所期待的，但是因为它是逆位的嘛啊，所以说我们巨蟹可能就不太明显的啊会去表达，或者说把自己的心事就会隐藏起来啊，不想让对方发现。但是呢，它是一张星币牌嘛，就还是土元素比较重啊，就会觉得我们巨蟹跟对方呢还是有一些物质上的差距的，或者说呢是在价值的方面啊会有一些不太匹配的感觉啊，就感觉说这段感情当中还是存在着一些现实阻碍的啊。而且你们双方呢又没有充分的一个沟通啊，就会比较容易的让这段感情暂时搁置啊，可能呢发生冷战之类的一个情况啊。那后续怎么样，我们继续往下看。好，后面出现的是一张宝剑十的一个正位啊，真的有点让我不禁紧张起来了。就我觉得说，我们现在双方其实你们都没有很坚定的想要在一起的决心，甚至说你们两人都觉得这段感情可能是没有未来的，但是我们巨蟹还是愿意去努力的啊。只不过说我们巨蟹呢是会有点胆怯，可能会觉得说我是愿意啊，为了你奋不顾身的，但是你也让我知道啊，你是可以接得住我的。就是我们巨蟹这边呢啊，是真的没有感觉到啊什么安全感，所以说就会迫切的想要得到对方的一个态度啊，想要知道自己的坚持是有意义的。但是对方呢这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那么从这张星币侍从那么对方这边到底是怎么想的呢？那这张星币骑士出现的时候呢，就可以看出来对方对于我们巨蟹还是很有感情的，但是他现在可能是比较纠结比较矛盾的一个状态，毕竟这段关系还是有点复杂的啊，所以说他对我们巨蟹的爱可能他不是持续性的啊，就是会让我们巨蟹感觉心里面还挺不是滋味的，甚至会觉得说自己对他可能是可有可无的啊，但是其实呢对方已经觉得自己已经用尽全部力气来爱巨蟹了，所以说他心里面可能会觉得委屈，甚至有点抱怨我们巨蟹啊，觉得自己在巨蟹这里呢没有被认可到，两个人呢都是一肚子的委屈啊，又都不愿意说出口，就很有可能就会爆发冷战啊，让矛盾升级。所以说接下来这张宝剑王牌的正位啊，也就是在说对方他可能会有点失望的，甚至说呢他会觉得说这段感情可能就会无疾而终啊，那可能他的这个最后真的就是会心灰意冷啊，那他就会选择回到他的生活当中去。可是呢，其实我们巨蟹是很害怕失去对方的啊，只是你们双方都碍于颜面，不愿意坦诚面对对方。那么如果真的是因为感受上的这种误差啊，导致你们最后一个结局走向另一个方向的话，你们两人都会留有遗憾的啊。那其实综合整体牌面来看的话呢，我们巨蟹这段感情，我觉得啊，就会给我一种情深缘浅的感觉。但是啊，并不是说这是命运安排的缘分，而是你们双方之间的这个人为的切断了这份缘分。毕竟靠猜来猜去是没有办法准确的了解对方的心理的。我会觉得不管是对方还是我们巨蟹宝宝，都应该再勇敢一点不要害怕碰壁。只有让伴侣了解自己的心意，你们两个人才能奔着共同的方向去努力。那么我这么长时间以来也听过了很多的感情经历那其实我觉得在两性关系当中呢，能不能做其实我觉得在两性关系当中呢，能做的就不要去说能说的就不要去猜，双方之间有沟通问题解决就可以了有能力咱们就去解决那么相信我们聪明的巨蟹宝宝就一定能够妥善处理好自己的感情问题的。那么今天解读就到这儿，希望对你有所帮助。